嗨，我是九月，只要在发簪上做一个小机关，花朵就可以在头上绽放。现在来做这支可以开花的梅花发簪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我们除了有12生肖，还有12花神，其中第一位花神就是梅花。参考真的花枝来做出簪子的造型。古代的簪花之人不只有妇人小姐，还有翩翩少年，因为它对古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装饰。古人的情愫委婉而克制，但是有花，可寄情于景，可托物咏怀。在银片上画好花瓣，平铺进软化的松香里，冷却固定后就可以开始簪刻了。雕刻出花瓣的脉络纹理，让它看起来更加逼真灵动。最后用这种圆头锥轻轻敲打，银片就会卷曲成花瓣的样子。想要让花瓣可以自由绽放，就需要做一个这样可以开合的小机关。机关虽小，构造却一点也不简单，需要的部件比簪子其他的部分加起来还要多。而且当我把它们按尺寸大小画在图纸上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也太小了，还没有我指甲盖大，靠我自己是做不出来。老师，来吃水果。银比较软，但是对于加工成精密的小部件来说，这不是一个优点，反而更加困难，因为稍不注意就会导致它变形，从而失败。潘老师有着几十年的银饰簪造功力，充分体现了非遗传承人的含金量，比指甲盖还小的机关，真就徒手做出来了。现在就要把做好的机关和花瓣依次焊接上去。梅花的花语是坚强与傲骨，现在提起花语，仿佛还是外来文化的感觉。其实中国自古就有自己的花语，遥知不是雪，唯有暗香来。可爱深红爱浅红，含熏带清风。它们不但勾勒出来了花的特点，也描画出了花的性格。古人还按气候起律，在每月选出了一枚当月盛开的花卉，称为月令花卉。更在数千年的历史画卷中甄选出了12位精彩绝艳的佳人掌管，称之为12花神。周大生12花神系列灵感便是由此而来。这款项链提取自国家宝藏 IP 万工教上的喜鹊与梅花元素，密纱珐琅工艺晕染生动花色。每个人的花神与他天生的生肖属相不同，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买花，选择属于你的花神。这是看脸窗外好风景，我慢慢地品选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。